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这个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。找到这间便宜的出租房时，我甚至有些兴奋。这种地段，这种空间，租金却便宜得不可思议，房东还爽快地答应我随时可以搬进来。唯一有点奇怪的是，签约的时候他再三叮嘱屋内的东西千万不要乱动。当时我以为他是怕租客把东西弄坏，也就满口答应了。刚搬进来的时候一切都很好，房间干净整洁，家具摆设也合理，我甚至觉得这是我住过最舒适的出租房。但很快某些不对劲的事情开始发生了。第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厨房的瓦斯炉。那天夜里我睡得正熟，却突然被一阵若有似无的水声惊醒。我迷迷糊糊地翻身，伸手去摸手机看时间，却发现手机不在床头。我记得很清楚，自己睡前把手机放在枕边，但现在竟然不见了。我心里咒骂了一声，以为自己睡前顺手放在别的地方，便爬下床摸索着走向客厅。路过厨房时，我忽然发现里面亮着灯。我愣了一下，脑中瞬间闪过各种可能的解释，但最可能的就是自己忘记关灯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走进厨房，却在下一秒惊得倒吸一口冷气。瓦斯炉上的水壶正在烧水，热气从壶嘴缓缓冒出，发出低沉的嘶嘶声。我站在原地，一时之间完全无法思考。我可以发誓，自己睡前根本没有碰过瓦斯炉，更不用说烧水了。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，水壶里的水又是谁烧的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迅速关掉瓦斯炉，扫视四周，确保门窗没有任何被撬动的痕迹。然后我找到手机，发现它安安静静地躺在客厅的茶几上。我试图安慰自己，或许是我真的太累了，无意间做了这些事，却完全没有印象。但从那天开始，类似的事情越来越频繁地发生。书桌上的笔明明摆得整整齐齐，转头却乱七八糟地滚落在地上。衣柜的门，我记得自己关得好好的，第二天醒来却敞开着，里面的衣服仿佛被人翻动过。甚至我开始发现家里多出了一些我根本没有买过的东西。最诡异的一次是我早上打开冰箱时，发现里面多了一碗吃剩的泡面。泡面的碗是我没有见过的品牌，里面还有一双一次性筷子，汤水浑浊，上面浮着几根泡软的面条。碗的边缘还残留着几道深色的油渍，像是有人刚吃完，就这么随手放进冰箱里。我站在冰箱前，心脏砰砰直跳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里到底还有谁？那一天我请了假，在外面待了一整天，直到晚上才勉强壮着胆子回来。可当我一打开房门，看到客厅桌上的东西时，我的呼吸瞬间凝滞了。那碗泡面从冰箱里被放回了桌上，而筷子换了一个摆放的方向。这下我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了。这间房子里除了我之外，一定还有别的人。我决定买一台监视摄影机。当晚我将摄影机安装在客厅的角落，确保能拍到整个空间，然后故意将所有东西摆放整齐，确保每个细节都记在脑海里。做完这些，我躺回床上，强迫自己入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监视画面。画面里的客厅在夜里静悄悄的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直到凌晨3点，监视画面里衣柜的门慢慢地打开了。我死死盯着画面，心跳快得几乎要炸裂。一个黑影从衣柜里缓缓地探出头来。
他四肢僵硬地爬出来，动作怪异的，仿佛是一具操控失灵的木偶。他蜷缩着身体，蹲在沙发上，低着头，长长的头发遮住了整张脸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的房门方向。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。接下来，那个影子缓慢地站起来，走进厨房，把瓦斯炉打开，烧了一壶水，然后拿出一碗泡面，静静地吃了起来。直到这里，我的身体已经冷得仿佛掉进冰窖，手指僵硬地抓着手机，连荧幕的光亮都颤抖不已。但最恐怖的是，画面里那个黑影忽然停下吃面的动作，然后他慢慢地抬起头，嘴角弯出一个诡异的弧度，直直地看向摄影机。他在对我笑。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恐惧，那种被某种东西发现的感觉，让我几乎是本能地将手机摔开，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间，什么都没有拿，直接逃离了那里。直到很久之后，我才听说这间房子的过去。上一个租客是一个年轻女子，某天突然失踪，房东报警后却怎么都找不到她的踪迹。几个月后，新的房客搬进来时，发现衣柜里传来奇怪的恶臭，警察打开衣柜，才发现她的尸体被蜷缩塞进了最深处。她死去的时间刚好是失踪的那天夜里，死因不明，但她的指甲缝里抓满了衣柜内壁的刮痕，仿佛她生前曾在里面挣扎过。但最诡异的是，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失踪的前一天，提着一碗泡面走进这间出租房。那天我加班到很晚，回到公寓楼下时已经是凌晨2点。大楼的警卫室亮着昏黄的灯，年迈的警卫趴在桌上打盹，微弱的鼾声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我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，走到电梯前，按下了向上的按钮。电梯里透着一股淡淡的霉味，夹杂着一丝金属与清洁剂混合的味道，属于那种长久使用却没有真正打扫干净的陈旧气息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我愣了一下，里面站着一个女人。她低着头，长发披散，穿着一件鲜红色的洋装，站在电梯的角落，身体一动不动。她的双手笔直地垂在身侧，指尖苍白到近乎病态。我踏进电梯的时候，她甚至没有抬头看我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进去，但电梯已经打开了。我刚加完班，累得快要站不住，实在懒得再等下一班电梯，于是我还是走了进去，站到他的对角，按下了自己住的楼层。电梯门缓缓闭合，封闭的空间里只有头顶微弱的灯光。我悄悄瞄了那个女人一眼，她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，低垂着头，肩膀微微耸起，让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我心里有点不自在，开始回想自己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她。毕竟这栋公寓住户不少，偶尔在电梯里遇见邻居也很正常。电梯向上爬升，沉默的气氛让我浑身不舒服，总觉得空气有些闷。电梯突然在一个没有人按过的楼层停下了，门缓缓打开，外面是一条漆黑的走廊，没有任何人影，也没有开灯的住户，只有一片死寂。我皱起眉，心里疑惑着是不是电梯系统故障了，正要伸手按关门键，却见那个女人开始动了。她缓慢地抬起头，动作僵硬而缓慢，像是某种生锈的机械。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她的脸吸引。她的肤色极度苍白，仿佛长期没有晒过太阳，嘴唇干裂发白，双眼无神地盯着电梯外的黑暗。她站在那里，像是迟疑了几秒钟，然后她缓缓地迈出一步，似乎想要走出去。但就在这时，她的头猛地一歪，诡异地转向我，
嘴角勾起一抹微笑。那笑容太不对劲了，他的嘴角裂开得异常夸张，好像嘴巴的皮肤被撕裂了一样，几乎裂到了耳根，而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的背脊瞬间窜起一股寒意，指尖冰冷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动弹，甚至连一根手指都没有挪动，生怕他突然扑过来。然而，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，电梯门叮的一声关上了。我猛地吸了一口气，浑身冷汗直流，喉咙紧绷得要喘不过气来。电梯继续向上，女人依然站在原地，脸上的诡异笑容还挂在那里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，心里却已经开始狂跳，视线不敢离开她半秒。我的脑海飞快地运转，试图回想这栋公寓里是否有这么一号人物，但无论怎么想，我都没有任何印象。电梯即将到达我的楼层，我暗暗祈祷它不要再做出任何奇怪的举动。电梯门开了，我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，顾不得回头，直接奔回自己的房间，颤抖着手掏出钥匙，把门锁得死死的。我背靠着门，大口喘气，心脏狂跳不止。公寓的走廊安静得可怕，没有脚步声，没有关门声，什么都没有，像是刚才那个女人根本不曾存在过。我颤抖着拿出手机，打开监视器，查看电梯画面。画面里，电梯门开了，我的身影狼狈地冲了出去，可那个女人却还站在电梯里，没有跟出来。她依然保持着那诡异的笑容，低着头站在角落，根本没有打算离开。然后，电梯门缓缓关上了，荧幕上的楼层数字开始下降。我死死盯着画面，心跳快得几乎要爆炸。下一秒，当电梯降到大厅层数时，门再次打开，然而里面是空的，那个女人不见了。我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冻结，指尖发麻，心里升起一种极度的不安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可能是摄影机拍摄角度的问题，或是电梯的监视系统出了故障。但就在我准备关掉手机时，画面突然闪了一下，监视画面里那个女人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电梯里。她站在那里，头缓缓地抬起，直直地看向监视镜头，嘴角的笑容变得更深了。她的嘴巴裂得更大，黑洞般的嘴里仿佛能吞噬一切，而她的眼睛透过荧幕看进了我的灵魂。那一刻，我的手机猛地一黑，荧幕彻底熄灭了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颤抖着伸手按亮荧幕，却发现手机怎么按都没有反应。房间里静得可怕，只有我急促的喘息声在空气中回荡。然后，房门外传来了一阵缓慢的脚步声，哒哒哒，脚步声在我的门口停住了。我屏住呼吸，心脏像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，紧盯着门缝，却没有看到任何影子。但就在那一刻，叩叩叩，有人敲了3下门。我的手紧紧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，整个身体仿佛冻结了一般，动也不敢动。然后，一个微弱、带着笑意的声音从门缝外响起：“你为什么不看看我是谁？”医院的夜班总是漫长又诡异的。我是一名护理师，在医院里工作了好几年，夜班已经是家常便饭。刚开始值夜班的时候，总会觉得医院的夜晚比白天寂静得多，那种寂静并不舒适，反而让人浑身不自在。走廊的灯光昏黄，只有护士站的电脑屏幕闪着微弱的光，走廊尽头偶尔响起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有时是空调的低鸣声，有时像是某个病房传来的细碎脚步声，
但我一直告诉自己，这些都只是错觉，毕竟医院这种地方，建筑老旧，一点声音都算正常。直到那个晚上，我才真正开始怀疑，这医院里是不是有些不该存在的东西。那天晚上，我照常巡房，检查病人的状况，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凌晨3点，病房区安静得可怕，几乎所有病人都已经入睡，只有某些监护仪器发出的滴滴声偶尔划破沉默。当我巡视到13号病房的时候，心里不由自主地发毛了起来。这间病房今晚是空住的，原本的病人昨天刚出院，清洁阿姨今天下午才来打扫过。我自己也确认过，病房里的床铺是整齐的，没有人使用。但现在13号病床的被子居然掀开了一角，那角被子仿佛有人刚刚躺过一样，凌乱地摊在床上，而枕头上赫然有一个清晰的头部压痕。我站在门口，心脏猛地漏了一拍。病房里没有开灯，但门口的走廊灯光微微透了进来，让我能清楚地看到那床铺上的痕迹。我努力说服自己，这可能是清洁阿姨打扫时忘记整理好，或者是巡房的同事刚刚进来坐了一下，但这想法根本说服不了我。因为枕头上的痕迹不只是头部的压痕，甚至还有一丝微微的凹陷，像是有人在枕头上转动过脑袋。更可怕的是，被子里透出一丝异样的温度，它是暖的，像是刚刚真的有人躺过。一股寒意顺着我的脊椎爬了上来，我强忍着颤抖，压低呼吸，慢慢地走进病房，伸手去摸那枕头。手指触及枕头布料的瞬间，我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，枕头上还残留着一丝温度。这不可能，病房里应该是空的，没有人躺过这张床，为什么枕头还会带着温度？我猛地缩回手，连退2步，脑中一片混乱。可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身后的床发出了微不可闻的嘎吱声，那是有人在床上翻身的声音。我瞬间僵在原地，大气不敢喘，额头开始冒出冷汗。病房里没有其他人，我刚才明明检查过四周，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？我强迫自己转过头，视线重新落在那张床上，枕头上的压痕变深了，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正躺在上面盯着我。谁在那里？我咽了口水，低声问道，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。当然没有人回答我。我忍不住后退了一步，冷汗已经湿透了背后的衣服。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，告诉自己这只是错觉，然后快步走出病房，把门轻轻带上。可就在门快要完全关上的时候，我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极其微弱的呼吸声，哈哈，没有风，空调也没有开，那个声音来自床上。我的手瞬间松开门把，快步逃回护士站，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，心脏狂跳不止。我告诉自己是太累了，出现幻觉了，或者只是某种科学能解释的现象。但当我盯着病房的监视荧幕时，荧幕里的画面让我差点把心脏都吓出来。病房里的床，被子正缓缓地掀起，仿佛有人正要从床上坐起来，但画面里病床上根本没有任何人。我颤抖着伸手关掉荧幕，心里一阵狂乱。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解释这一切，只能告诉自己绝对不要再靠近那间病房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轮班下班，走之前特地问了一下同事，13号病房最近有住过什么奇怪的病人吗？同事愣了一下，迟疑地看着我，然后压低声音说，你没有听说过吗？听说什么？13号病房3个月前死过一个病人。我愣住了。那个病人是一个老先生，
住院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没有撑过去。他平时习惯半夜醒来，坐在床边看窗外的风景。我心跳越来越快，感觉有些窒息。等等，你说他喜欢看窗外？对啊，同事点点头。但奇怪的是，那间病房的位置根本没有窗户。我的胃里一阵翻腾，指尖冰冷，脑海里突然闪过昨晚那微弱的呼吸声。就在我转身离开病房的时候，有一个看不见的老先生正坐在床边，静静地看着原本应该存在的窗户方向。只是对他来说，那里早已没有风景了。欢迎新来的馆友们，喜欢这几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各种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